表大廠旗艦咧喺2025年尾已經悉數登場，不過小米嘅正統年度旗艦小米17系列嘅國際版咧就要嚟到3月先喺香港正式上市啦。比較特別嘅係今年喺頂階嘅小米17 Ultra 之外，連 Leica 特別版都一併喺香港登場。雖然改咗個名叫做 Leica Lace Phone， 但係佢哋嘅主要設計同規格都有90%相似嘅，尤其係大家都好留意嘅處理晶片同埋拍攝規格，更加係一模一樣。相信有唔少人都想睇下今代小米17 Ultra 影相有幾靚，先至決定換邊一部機好。今日就同大家試下兩部小米17 Ultra 嘅姊妹新機，順便就講下邊一部抵玩啲啦。首先，梗係睇下兩部機嘅外形先啦。雖然睇落同上兩代嘅 Ultra 機都冇太大分別，但係17 Ultra就首次換上咗平直嘅邊框設計，同時亦都係小米近年 Ultra 機種最薄嘅機型。中框位置厚度係8.29mm， 重量分佈亦都比前作均勻一啲，頭重腳輕嘅情況亦都減輕咗唔少。顏色選擇方面今代 Hero Color 星空綠都幾特別，背面加咗一啲閃靈靈嘅礦石微粒，喺唔同嘅角度都會反射到唔同嘅樣貌。靚就真係幾靚㗎，但係如果唔想加個殼，又想追求相機味道嘅話相信 Lace Phone 會啱心水多啲啦。Lace Phone 本身可以被視為小米17 Ultra 嘅加強版，邊框加入仿 Leica 鏡頭嘅滾花去增強手感，亦都加入咗 Leica Camera Germany 嘅字樣。另外喺機背嘅左上角就有好多 fans 講咗想要好耐嘅 Leica 可樂蓋 logo， 不過留意啦，佢同內地版本有啲唔同，就係預咗你打直揸機嗰陣時先會正常展示嘅。而 Lace Phone 對比原版小米17 Ultra 嘅最大賣點就係佢嘅鏡頭轉環加入機械架構，可以無段轉動，控制相機嘅變焦倍數或者 EV 咁。另外喺唔同界面又或者鎖機嘅狀態之下轉兩轉呢一個圈就可以自動打開相機 app。對於上 Snapshot 嘅人嚟講型就一定噶啦，但係咪慳咗時間咁啊真係見仁見智啦。事關同樣嘅操作快撳兩下音量下掣都一樣做得到噶。今代小米17 Ultra 依然支援拍攝套裝，額外加裝嘅手柄唔單止來自2000mAh 電池，裝上咗之後亦都為手機加入兩段式快門、拍片專用掣、變焦撥桿以及可以自定功能嘅轉輪。功能上面就大同小異噶啦，不過今代嘅形狀就大改，變得更加稜角分明，更加符合德式美學。無論係17 Ultra 定係 Lace Phone 都可以用到呢一 set 拍攝套裝嘅。亦都有專用嘅可動式轉環俾 Lace Phone， 裝上去之後就唔會阻礙機械式轉環嘅操作。不過值得一提嘅係呢一個拍攝套裝就只會跟隨香港版本首批小米17 Ultra 附送，而賣貴2000幾蚊嘅 Lace Phone想用就要另外購買啦。好啦，講完咁多外在嘢就終於去翻最多人關心嘅部分啦。佢哋嘅拍攝表現實際上又係點呢？先睇兩部機嘅拍攝硬件呢方面其實兩部機就一模一樣嘅。喺機背上面都有一支5000萬像素嘅主鏡頭，一支50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以及2億像素嘅長焦鏡頭。主鏡頭內置嘅 CMOS 係 Light Fusion 1050L， 尺寸就有成1寸。除咗令到小米17 Ultra 成為2026年新旗艦當中唯一擁有1寸 sensor 嘅智能手機，亦都支援咗 LoFi 技術，帶嚟可以媲美單反嘅動態範圍，日光日白嘅表現完全冇甩拖。喺面對大背光甚至係光源複雜嘅夜景畫面都非常乾淨，尤其係可以留意一下高光位唔會有過曝，暗位亦都唔會有太過分嘅雜訊。如果有留意開小米呢兩代 Ultra 機應該都會留意到今代17 Ultra 機背嘅鏡頭數字就減少咗一支，但係放心，絕對唔係偷工減料，因為今代小米就採用咗連續光學變焦鏡頭，入面就加入咗可移動鏡組。
可以用一支鏡頭就包辦75mm 至100mm之間嘅焦段，配合小米明顯有增強過嘅算法，小米17 Ultra 喺轉換唔同焦段、唔同鏡頭嘅時候咧，明顯比以前流暢咗好多，冇咗中間出現嘅色差同埋跳一跳嘅突兀感。雖然呢一種無段式嘅變焦鏡頭咧就唔係小米首創嘅，但係將佢配合落去2億像素 CMOS 度咧就係第一次，令到佢嘅望遠能力咧擁有業界首屈一指嘅水平。就算配搭數碼變焦去到400mm，即係17倍開外，成像質素咧依然屬於完全可用嘅範圍之內。而且呢支長焦鏡呢，仲取得咗徠卡嘅 Apple 認證，雖然就冇主鏡頭嘅 Low-Fix 技術加持，但係夜景拍出嚟嘅依然相當乾淨銳利。而配搭呢一支可以無斷光學 zoom 嘅長焦鏡，小米就為17 Ultra 加入咗一啲創意玩法，喺 Live Photo 入面加入咗變焦元素，例如呢一個紅地氈運鏡咁，就加入咗變焦同埋慢動作。官方用吳彥祖嚟 demo 咧，有靚仔啊，梗係有效果啦。不過我哋拍攝出嚟嘅效果都唔差㗎。喺拍攝嘅時候咧，要揸機嗰位幫手提點下，如果唔係咧，就好易 miss 咗最型嗰個 moment 㗎啦。3、2、1 ，pose。好似慢。以上嘅拍攝輸出咧，基本上都係小米17 Ultra 以及徠卡 Lace Phone 都可以共同做到嘅。但係賣貴幾千蚊，又以徠卡牌頭出機嘅 Lace Phone 點都有啲唔同嘅。首先佢嘅操作界面就改用咗徠卡嘅專用字體，同時亦都大量採用紅黑配色，全部嘅濾鏡都跟足徠卡嘅命名，好多都係徠卡相機 App 徠卡 Luxe 入面嘅付費 filter 嚟㗎。人像模式入面亦都可以揀選唔同嘅徠卡鏡頭，拍出嚟嘅相片呢都有唔同嘅散景效果。不過呢一啲 filter 同埋鏡頭特效呢，其實絕大部分喺17 Ultra 上面都有，只不過係個名唔同啫。咁如果要數獨家功能嘅話呢，咁當然要數到佢嘅徠卡 Essential 模式啦。喺入面呢，我哋就可以用濾鏡嘅方式模擬翻徠卡傳奇級別相機 M3 以及經典 CCD 相機 M9 嘅拍攝輸出，亦都可以選擇加上 Lace Phone 嘅獨家水印。雖然小米徠卡系列相機咧一向都有黑白嘅徠卡 filter 選擇，但係用 Lace Phone 嘅徠卡 Essential M3 模式拍出嚟嘅相片咧，黑白對比度就更加高，同時亦都有更加強嘅顆粒感，效果咧就真係好貼近菲林嘅。至於 M9 模式嘅色調喺17 Ultra 上面就比較難重現，呈現一種 CCD 年代獨有嘅偏冷感覺，同時保留咗一啲高光處理嘅瑕疵，影出嚟嘅相片有一種時代感喺度。唔知係咪就係各位 fans 心目中嘅奶味呢？玩完一輪啦，小米17 Ultra 同埋徠卡 Lace Phone 呢兩部機究竟邊部抵玩啲呢？好坦白講，如果你係以性價比作為最大考慮嘅話咧，咁小米17 Ultra 就應該係你嘅不二之選嚟㗎啦。事關佢嘅起步價格就係9299蚊起，仲要加送埋專用攝影套裝。而 Lace Phone 方面咧，價錢就貴近3000蚊，但係攝影套裝就要另購。就咁睇牌面咧，就真係冇咁吸引噶。但係當然，如果你係徠卡 fans，想揾部輕便少少嘅機去代替幾萬蚊部嘅徠卡相機嘅話咧，呢個價錢咧都算係幾合理噶。不過考慮到入面獨家嘅徠卡 Essential 濾鏡，其實都只係軟件可以做到嘅嘢，咁係咪真係令人心甘命抵去俾多幾千蚊買呢？咁就係另一回事啦。今次咧就同大家試玩咗一輪小米17 Ultra 嘅兩部姊妹機啦。以拍攝質素而論，佢哋咧都真係算係處於業界數一數二嘅水平嚟㗎啦。而小米方面咧，亦都開始唔單止照顧到影得靚嘅需要，喺操作體驗同埋一啲玩味嘅平衡上面咧，都見到明顯嘅進步。但係相信大家咧唔會咁就收貨㗎啦，遲啲咧我哋都會集合埋2026年年頭嘅其他旗艦機，做多一次拍攝比拼。大家不妨留言講下想睇邊部機嘅對比，唔想錯過我哋嘅新片就梗係要 subscribe 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再撳埋隔離個鐘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